这是一个简单的 HTML 页面，没有包含任何 CSS 代码。可以看到 H1 和 P 标签各自独占一行，垂直排列，而 A 标签、Strong 和文字在同一行内水平排列。当屏幕变窄时，文字自动换行来适应宽度变化，不会出现水平溢出。我们没有写任何布局代码，这些元素就已经自动排列好了。这套自动生效的布局规则就是 CSS 中最基础的布局机制——文档流。它无处不在，却经常被忽略，导致很多布局现象让人困惑。看完这期视频，你将理解元素为什么会这样排列 ，display 属性到底在控制什么，什么是格式化上下文，以及它如何决定布局行为，还有如何从根本上理解和解决外边距折叠。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会计盒子和行内盒子的行为。如果你对核模型的基础知识还不了解，建议先去看我介绍核模型的那期视频。这里的 H1 是一个会计元素，它生成一个会计盒子。会计盒子独占一行，默认占满副容器的宽度。可以给它设置宽度和高度。Margin 和 Padding 在各个方向上都会推开周围的内容。相对的 ，A 标签是一个行内元素，它生成一个行内盒子。行内盒子不会独占一行，和文字在同一行内排列。设置的宽度和高度会被忽略。水平方向的 Margin 和 Padding 会推开周围内容，但垂直方向的不会。我们可以通过 Display 属性来改变元素的布局行为。把 A 标签的 Display 改为 Block， 它就独占一行，表现和会计盒子一样。那么，为什么改一个 Display 值就能完全改变元素的行为 ？Display 到底在控制什么？这里我们写的 Display Block 其实是 CSS 早期的单指写法。在现代 CSS 中，它的完整写法是 Display Block Flow。可以看到页面没有任何变化。Display 属性现在接受两个值，第一个值是外部显示类型。它决定了这个元素在所处的布局环境中扮演什么角色。Block 表示以会计盒子的身份参与布局 ，Inline 表示以行内盒子的身份参与布局。我们刚才把 A 标签的 Display 从默认的 Inline 改为 Block， 其实就是改变了它的外部显示类型。第二个值是内部显示类型，它决定了这个元素内部的子元素按照什么方式来排列。这里 Flow 表示 Normal Flow， 也就是文档流。所以 Display Block Flow 的完整含义是，这个元素对外以会计盒子的身份参与布局。对内按照文档流来排列子元素。双值写法在现代浏览器中已经完全支持，但在实际项目中，我们通常还是用单值写法。给 P 标签设置 Display Flex， 段落内的排列方式立刻发生变化。Display Flex 的完整写法是 Display Block Flex。P 标签对外仍然是会计盒子，这跟之前没有变化，但内部显示类型从 Flow 变成了 Flex， 所以子元素不再按文档流排列，而是按 Flex 布局的规则排列。我们把代码改回去。现在我们明白了，当内部显示类型是 Flow 时，子元素按文档流排列。那文档流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规则本身很直观，会计盒子独占一行，在垂直方向上从上到下依次排列；行内盒子在水平方向从左到右依次排列，一行排满后自动换行。但一个容器内部可能同时存在会计盒子和行内盒子，它们是如何共存的？答案是，浏览器会为这两套规则创建不同的区域，它们各自在相应布局区域内生效。CSS 中，这种有特定规则的布局区域叫做格式化上下文。负责会计盒子垂直排列的叫做会计格式化上下文，简称 BFC。负责行内盒子水平排列的叫做行内格式化上下文，简称 IFC。还有其他类型的格式化上下文，比如刚才看到的 Flex 布局就有自己的 Flex Formatting Context， 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文档流就是通过 BFC 和 IFC 的协同工作来实现布局的，所以文档流也叫 Block and Inline Layout。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某些元素会在自己的内部创建新的格式化上下文。我们回到前面的例子，来看看它是怎么运作的。HTML 是页面的根元素，它会建立页面中的第一个 BFC， 这是所有布局的起点。Body 的 Display 默认值是 Block Flow， 它以会计盒子的身份参与这个 BFC， 内部的子元素按文档流排列。H1 和 P 的 Display 默认值也是 Block Flow， 它们都是会计盒子。在 BFC 中，会计盒子沿垂直方向依次排列。我们先把 A 标签的修改去掉，看看 P 标签内部的原始状态。现在 P 标签内部有文本、A 标签和 Strong 标签，这些全部都是行内内容。当一个会计容器内部只包含行内内容时，它会在内部建立一个 IFC。所以 P 标签内部的这些内容在 IFC 中从左到右水平排列。现在把 A 标签变成会计盒子，这时 P 标签内部同时出现了会计内容和行内内容。
浏览器不允许会计内容和行内内容在同一层级直接混合排列，它会自动将行内内容包裹进匿名的会计盒子中。具体来说 ，P 标签内部被分成了3个会计盒子。A 标签之前的文本被包裹在一个匿名会计盒子中 ，A 标签本身是一个会计盒子。A 标签之后的文本和 strong 标签被包裹在另一个匿名会计盒子中，这3个会计盒子在垂直方向排列。最后一个匿名会计盒子内部此时只包含行内内容，所以其中会建立 IFC。文本和 strong 标签从左到右水平排列。到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规律，每个元素都会参与到一个格式化上下文中去，但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元素才会创建新的格式化上下文。参与和创建是2件不同的事。现在你已经理解了这个页面为什么会这样排列。不过 HTML 并不是唯一能建立 BFC 的元素，还有很多条件会触发 BFC 的创建，而这一点直接关系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外边距折叠。因为外边距折叠只会发生在同一个 BFC 中。为了清楚的演示，我们换一个例子。这里 body 中有一个类为 parent 的 div， 其中包含2个 div， box A 和 box B。给 box A 下方添加50像素的外边距，2个盒子被隔开了。再给 box B 上方添加30像素的外边距，这2个外边距就会折叠成一个，并且取两者之中较大的值。外边距大小为50像素，而不是80像素。给 box A 添加 margin top， 你可能期望 box A 和 parent 的顶部之间产生间距。实际上，虽然 parent 上方的外边距依然是0，但它和 box A 的 margin top 折叠后，结果是50像素，表现为 parent 整体向下移动了50像素。给 parent 加个背景色，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2种现象都是外边距折叠，它们产生的原因是相同的。CSS 规范中规定，在同一个 BFC 中，当会计盒子的垂直外边距直接接触时，这2个外边距就会折叠成一个。在这个例子中 ，parent 没有满足任何额外的 BFC 创建条件，它没有创建新的 BFC， 所以 parent、box A、box B 都处于同一个 BFC 中。box A 的 margin bottom 和 box B 的 margin top 直接接触，所以发生了兄弟元素之间的折叠。parent 顶部和 box A 的 margin top 之间没有 border、padding 等隔开，外边距也是直接接触的，所以发生了父子元素之间的折叠。空元素自己的垂直外边距直接接触时也会发生折叠，我们就不单独演示了。我们可以给父元素加上 border， 阻止父子间外边距直接接触。父子间的折叠消失了 ，margin top 在 parent 内部正常生效。但添加 border 改变了视觉效果和布局，更好的方案是让 parent 创建一个新的 BFC， 这样 box A 和 box B 就处于 parent 内部新建的 BFC 中，和 parent 自身不再处于同一个 BFC，parent 和 box A 之间的外边距折叠就不会发生了。那什么条件会让元素创建新的 BFC 呢？ HTML 根元素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创建了页面的第一个 BFC。Float 和 Position Absolute 或 Fixed 也会创建 BFC， 因为它们脱离了文档流，需要独立的格式化上下文来规范内部子元素的行为。Flex 和 Grid 容器的直接子元素也会创建 BFC， 因为它们内部需要一个独立的布局环境，不能和外部的 Flex 或 Grid 布局互相干扰。这里给 Parent 设置 Overflow Hidden， 外边距折叠消失了。Box A 的 Margin Top 在 Parent 内部正常生效。Overflow Hidden 使 Parent 创建了新的 BFC。Box A 和 Box B 的外边距在 Parent 内部新的 BFC 中，和 Parent 外部的 BFC 隔离了。但 Overflow Hidden 的本质工作是控制内容溢出时的裁剪行为，用它来创建 BFC 是利用副作用，不是它的设计目的。在现代 CSS 中，应该使用 Display Flow Root， 它的完整写法是 Display Block Flow Root。外部显示类型是 Block， 元素本身仍然是会计盒子，对外行为不变。内部显示类型是 Flow Root， 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创建一个新的 BFC， 没有任何副作用，这正是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这里 Box A 和 Box B 之间的外边距折叠仍然存在，因为它们仍然在同一个 BFC 中，且外边距直接接触。Flow Root 解决的是父子之间的折叠。顺带一提，如果把 Display 改为 Inline Block， 外边距折叠也消失了，但 Parent 不再独占一行。这是因为 Inline Block 的完整写法是 Inline Flow Root。外部显示类型变成了 inline， 改变了元素的对外行为，而内部显示类型是 flow root， 所以同样会创建新的 BFC。让我们回顾一下这期视频的核心内容。Display 属性有2个维度，外部显示类型决定元素对外的角色，内部显示类型决定子元素的布局方式。格式化上下文是一种有特殊机制的布局区域，在满足条件时，元素会在内部创建新的格式化上下文。文档流是 CSS 最基础的布局机制，也叫 Block and Inline Layout。它通过 BFC 和 IFC 来组织元素排列，会计盒子在 BFC 中垂直排列，
行内盒子在 IFC 中水平排列。外变质折叠的发生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打破任意条件都会阻止折叠，比如创建新的 BFC， 让盒子处于不同的 BFC 中。创建新的 BFC 的标准方式是使用 display flow root， 没有任何副作用。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